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，越害怕什么越来什么，越去争论越容易纠缠烂人烂事，越抱怨越陷入恶循环，越解释越会被误解。曾看过刘同的一段话，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，是怕自己得罪人，怕自己被人灭了，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。现在不去解释不去理论，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怕自己模糊了焦点，怕影响了品尝现实生活的口味。一样东西始终改变不了你时，迟早会被你利用。深以为然。人生一场，少不了的是非与磨难，改变不了外界，只有改变自己，才能让自己越挫越勇。杀不死你的，终究会让你强大；改变不了你的，终究为你所用。争论的话，忍忍就心宽了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就有是非，就有争论。地铁上、公交上、马路边、餐厅里，好像无论在哪个场合，我们都能见过人们面红耳赤的争吵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特别小的事情，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就能把一个人彻底引爆。而能回避一切不必要争执的，不是等着别人的改变，而是要从自己学会主动去屏蔽，不去争辩开始的。庄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叫释承启的人，常常听世人夸赞老子，于是跋山涉水去拜访老子。当他见到老子，看到老子外表平平，住的地方也极其普通，不禁失望地对老子说：别人说你是圣人，我看是老鼠还差不多。老子看了他一眼，低头继续读自己的书，完全不理他。事后，释承启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，第二天去找老子道歉，没想到老子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还对他说：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，你骂我是猪、狗、老鼠又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我。你说什么是你认为的，它并不能影响我，也不能改变我。人生一场，多的是鸡毛蒜皮导致的摩擦，以及无端的恶意、讽刺、随意的评价。面对这些，没有一件事是值得争辩的。唯一能伤害你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你的在意。如果你事事与之计较，与其争辩，就会时刻遇到烂人烂事。当你不在意、不纠缠、不争辩，心中无事，便是世间好光景。抱怨的话，忍忍，你就自律了。生病失眠，第二天依旧要早起，上班打卡迟到1分钟，中午忙到忘记点外卖，生活工作被各种复杂的关系搞得筋疲力尽。每天都有太多糟心的事情，总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怨、吐槽，甚至想要放弃。但是不知道从哪天起，我们开始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，而是学会了不动声色的崩溃。看起来很正常，会说笑，会打闹，会社交，实际上糟心事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。他们不能歇斯底里的哭泣，也不能旁若无人的叫喊，毕竟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都说年纪越大，胆子越小，成年人早就把情绪戒掉了。其实不是胆子变小了，只是遇到事情无数次宣泄情绪之后，我们渐渐懂得，没有一种抱怨是有用的，没有一种情绪崩溃是不需要负责的。你此刻发泄的所有的坏情绪，今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去弥补。装的南墙多了，我们懂了，不抱怨就是一种自律，管理情绪就是在帮自己解决问题。很喜欢这样一段话：谁都没有比谁活得容易，只是有人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，
而有的人却默默地咬牙吞下了委屈，逼自己学会坚强。成年人的世界恰似一条条蜀道，难于上青天，唯有自渡，才能在艰难崎岖中挣扎着前进。挣扎着前进着，就能挣扎出一生的好光景。解释的话，忍忍你就强大了。前一阵儿看到的一段话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口中有多少个版本。不管你有多么单纯，遇到复杂的人，你就是有心计；不管你有多么真诚，遇到怀疑你的人，你就是谎言；不管你多么专业，遇到不懂的人，你就是空白。太多时候，我们会被误解，被恶意诋毁，总是忙着解释，可是你会发现，无论你怎么解释，那些人永远不会改观。解释不清，有口难辩，有苦难言。其实有时候换一种做法，不解释反而是最好的解释。在一篇心理学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分享，以下8件事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1. 不用解释自己的生活状态。2. 不用解释你的价值观。3. 如果你问心无愧，那就不用道歉。4. 不用解释你为什么需要独处。5. 不用解释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选择。6. 不用为自己的外貌解释。7. 不用解释你为什么单身。8. 不用解释你对关系的选择。这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人和完全契合的人生，所以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注定不会被所有人理解。恰如村上春树在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一书里曾这样描述无人感同身受，唯有独自沉默的难过。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，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，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会，它永远一成不变，如无风夜晚的雪花，静静地沉积在心里。所以没有一种解释是必要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喜欢你的人永远看不清你的优点，扎在你身上的刺，讨厌你的人永远不知道你有多疼。懂你的人不用解释，不懂你的人解释无用，改变不了你的，终究为你所用。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，你不快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特别赞同一条高赞回答，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，且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自己。生活中大多数苦恼是因为我们把时间消耗在不重要的人和事情上，而在纠缠之中渐渐忘记了爱自己。而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，方法无非是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人和事，在心中修篱种菊，自得其乐。看透一个人不必拆穿，你只需默默地远离；看清一件事不必说破，你只需冷静地分析。不争辩，不抱怨，不解释，亦是在不动声色的强大。若无其事，就是对恶意最好的报复。把日子过好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爱护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